TikTok 在选举的时候有操弄资讯吗？台湾一个叫做 AI 实验室啊，说抖音的国际版一面倒都挺柯文哲啊，那他是蓝绿政党候选人的4倍，而且呢，通常在网络上都是笑你的，但是76都是正面，说好柯 P 好啊。那但是呢，就怀疑说这个《战国策》是不是去代抄？哦，因为有很多假账号，几千个哈，在那边放各种消息，尤其在选前那个民调，一直说柯文哲是第一名，很多人真的被影响到，以为柯文哲真的第一名哈，所以后来发觉柯文哲第3，很多人就哭，一直哭哈。那吴春成因为是这个《战国策》的老板，最初的时候啦，大概开始办这个《战国策》的，他就说我《战国策》没有参与啊，哦，是别的，为什么一定是《战国策》不是别家呢？哦。那吴子嘉就说：“哦 ，TikTok 都是柯文哲的好话，花了上亿哈。那民众党的发言人就说乱扯，证据拿出来哦，到底为什么哪里什么地方花1亿？那个吴子嘉是这样讲的，说柯文哲是台湾唯一投资上亿元经费经营 TikTok 的人，因为 TikTok 是短影音，都是1分钟，年轻人看 TikTok 只看30秒，侯友宜讲话都要讲30分钟，没有人要看。”赵少康以为自己很棒，讲5分钟也没有人要看，只有讲30秒才有人要看。觉得自己很棒。吴子嘉好，然后呢，中选会啊很好笑，中选会说我们有检举啊，哦，选前我就问中选会，我说你们干什么？因为违反选罢法这种公布民调是中选会要管的，哦，中选会罚得很严。如果我们在台上这样讲哦，你就算不是讲现在民调，你说哎过去啊，是不是3年前我们2年前有个民调等等，民调罚50万。唐湘龙这样被罚的，就罚了50万，杂是不是50万？去什么打行政诉讼都没用，就是50万哦。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民调到选前时间，民调这2个字我都每天要讲说，绝对不能讲民调，绝对不能讲民调。那选前就一大堆这种假民调啊，哦，然后呢，这个中选会说我们有向 TikTok 举报啊，举报了105件呢，而且已经拿掉54则，我就看见了，发觉他怎样呢？他中选会累积举报选前10则，你选前不举报，你选后你现在1500件没用啊，你选后举报有什么用？选前他只举报10则了，哦，现在举报10则，所以根本就没有用。你选前一堆，哎，你抓别人很厉害，为什么 TikTok 不去看呢？啊，是民进党说不能看 TikTok，所以你们中选会都不看吗？还是怎样？哦，实在太好笑了哦。那另外呢，民进党说呢，他今天举办了新科立委共识营哦，这个沈博阳说他不分区的嘛哈，说呢不建议党公职开抖音账号，不能开抖音哦，抖音是是老共的哦，为匪这个张目哦，所以不能去啊。那民进党选举一直说中国有介选嘛，到底严不严重哈？民意调查基金会呢调查的结果有50.3%认为不严重，介什么选？如果老公那么厉害，你赖清德还当选吗？你上次蔡英文还当选吗？就表示介选不严重嘛，但认为严重有37.4%啊，但是呢，超过1半认为不严重哈。那另外呢，马英九说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到底我们同不同意？有75%不同意，有12.5%同意啊。好，我们看一下。一支年轻人力挺的短影音，大选期间打开 TikTok 随处可见。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攻占 TikTok， 不止被质疑对岸介入运作，民众党准立委战国策创办人吴春成也被指牵连其中。随便的去质疑人家都没有证据，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格调的政治式的行为。被指 TikTok 台湾窗口之一就是战国策子公司，战国策也提供代操服务。吴春成强调，战国策并未参与选战，但根据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报告 ，TikTok 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柯文哲的讯息高达28000多则，而且76%都是正面；侯友宜的7326则，5%是负面。赖清德的6000多则当中，有67%都是负面。柯文哲的声量不仅多出对手4倍，报告更点出抖音的资讯操弄有明确政党倾向。
全世界现在都还在讨论它的治安的一个危害，我觉得这方面才是最主要能够我们去讨论中国的 App 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对于内容有疑虑的话，那应该是一体对于社群平台的内容都来做讨论，而不是只有针对 TikTok。我在1月8号就提出检举哈，我就叫他们说这样中选会去检举。光1月8号这个抖音上的作假民调就有14则啦。哦，我这边就找到14则，一天随便举例找到14则。中选会居然说他选前只去讲10则哈，实在蛮好笑的哈。来，那个伟汉 ，TikTok 我也有在使用在看。那因为它短影音，而且它配合唱跳，配合流行音乐，年轻人很喜欢，所以它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那如果你放弃经营这边，你就很不容易在年轻人面前出现。就是 device 的问题嘛，以前看老3台，后来 cable TV 出现的时候，一度李登辉前总统还讲说，这是什么 cable 台，我们在这边台。可是后来因为 SNG 打败了老3台嘛，那现在都是用手机在看影片啊，所以 YT， 然后现在 TikTok 也有可能还有新的 device 出来，跟它的那个社群媒体或是它的媒介。民进党现在用 Threads 嘛？现在就是因为抖音它完全输了以后，最近就是Trade就变成是Threads，就是好多的这些民进党阵容，包含了这个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每个人都在那边，所以那边看起来对民进党的那个支持者跟言论会比较多一点。有同温层啊。对，那一样的，那他会认为抖音是民众党的同温层，可问题是看哪地方用的多。你这不同类啊。对啊，他的那个破的池子的大小。现在沈伯洋的说法，他今天在讲，因为他沈伯洋其实基本上民进党把他认定是认知作战的专家，他以后一定会遇到徐巧芯。好，我就是因为他过去啊。你是因为他呀？好，那王定宇啊。那他现在就是公开讲，他认为民进党就放弃这一块，他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抖音他认为有治安问题，还有账号没删啊。那他们没有在用啦，就是之前有用过，他们现在没有在用。可是你放掉这一块，我的论点很简单啊，你放掉这一块，可是你却无法将年轻人拉离开抖音的话，那你下一次选举的年轻票还是都在柯文哲身上。反之，国民党也要去讨论该怎么样去抢这一块，因为现在年轻人就喜欢抖音，脸书都是比较年纪大的人在用了。小新。其实TikTok 这个平台是我自己有在用，好，那它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甚至说我们在某一些的，比如说节目啊，或者是说发表的演讲里面，你把那个精华的片段剪个1分钟起来，可能稍微加速加字幕之后，它的传播的效果非常快。那 TikTok 相对于其他的社群平台，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它是它推荐的速度跟它的整个演算法比现在目前的脸书好很多。脸书它当时崛起的时候，也是因为它的演算法做得好。但他久而久之，他开始希望营运可以赚更多钱，之后他希望你投广告，他开始降你的触及。可是 TikTok 它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能够很自然而然的把你的影片推荐到喜欢你的人的眼前，好，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然后它就会从同温层一直扩，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串联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是其他的社群平台没有的哦。所以 TikTok 你如果好，假如说我喜欢看，平常都会看猫咪影片，我看了2到3个猫咪影片，他发觉我停留在猫咪影片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他就会开始不断的推送猫咪影片给我，所以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比如说柯文哲的粉丝在这个声量上面，他在这个上面的粘着度这么高，因为你看了柯文哲的影片之后，他接下来就会把其他人做的柯文哲影片、柯文哲自己做的柯文哲影片、各式各样柯文哲影片全部推给你，然后你平常时所接触到的内容就会完全的环境都是这样。但我特别要讲，就是说民进党对于 TikTok 乃至爱奇艺还有小红书现在的这个态度，其实会引发很多年轻人的反感。比方说先前在国会吧，就有立法委员说要禁小红书，可他们完全没有思考到说，小红书上面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内容，完全没有，所以他们只是变成说，因为这一些的平台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中国大陆发源的，甚至有些年轻人他使用小红书，他会写简体字，他们就认为怎么可以让学生写简体字去分享大陆的讯息，去看大陆的东西呢？这样子的话，不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能够抗中保台吗？可是这个论述跟民进党讲说两岸要多交流嘛，他们没有反对两岸交流啊，名义上是这样，是完全违背的。好，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认知作战，如果变成民进党只要我不立，我立委选的不好，我这个选的不好，全部都说那都是因为认知作战，那是叫做你毫无反省能力，你把你自己的问题推给年轻人，这正是年轻人现在开始讨厌你的真正原因，不是吗？民进党说了，我没有办法管 TikTok 啊，因为他在台湾没有办公室啊。问题现在爱奇艺原来有办公室，你都把它干掉了。爱奇艺现在在台湾没有了。本来可以交税啊、交费，现在也都不必了啊。所以基本上啊，就是说，
我觉得要去禁一个媒体，我是反对的了，社群媒体禁不掉的啊。只是啊，选前的确我发觉到呢，有很多的假账户，几千个，因为你可以看那个推播的情况，我没有专家去看，几千个假账户不断在上面啊，去说柯文哲民调第一，柯文哲民调第一，不断的去放这个假讯息。我只是说，那你中选会对我们如果去讲一个民调，你就要罚那么重，为什么是社群媒体上你毫无办法呢？你到底什么意思呢？休息再回来。好，赖清德今天出席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新科立委共识营，哦，好像他还在万里，他的赖皮寮，宴请落选的立委，对，哦，对啊，他非要在那边，就你们都说我是赖皮，对不对？我不但就赖给你看，他在万里，不是在那个地方了，在万里。我知道这是两回事，这个是这个党团，另外在万里今天又在宴请，有落选的宴请这个落选的立委，就不是万里的家，是在万里的一个餐厅。好，然后呢，这个党团干事长。哦，这个会回娘家，因为他当过党团干事长，然后呢，他主要传授给新的立委经验。我刚刚算了一下，2、4、6，哦，8、10、11个啊，因为这3个不是，这3个是大头嘛，哈，是传授经验的啊。那有11个立委参加哈。我刚才查了一下，40岁以上的立委这次有12个，是年轻的40岁以下，40岁以下12个，国民党9个。哦，所以以后你们就不要讲说，你都说你们是老了，我们这么年轻啊，那么40岁以下，国民党有9个哦。好，那赖清德是勉励新科立委少应酬啦。他说他自己那个时候呢，晚上都回家，不去应酬哦，不去外面吃饭，唱卡拉 OK 也都没去，反正就是，因为的确哦，如果立委要应酬的话，那应酬是很多的哈。那另外呢，赖清德说要启动中央党部的改组，要拼年轻化哦。说呢，这个媒体也说先改革党啊，因为他是党主席嘛，先党后政哦，所以先把党改革了，他就有这个动能了。那哪些改革呢？吴峥去当他的发言人，王义川政策会执行长，戴伟山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调组织部主任啊，这是他的党务改革。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这边好不好？好，看这边，好。星星看起来很不错，赖清德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周2赴立法院出席绿营新科立委共识营，白话文就是帮学弟妹来上课，这是史上首次，因为身份不仅是副总统，也是准总统，维安不可马虎。现在应该还没到，现在手机卡会到。随后一早进驻跟媒体协调动线，忙进忙出，拼滴水不漏。媒体只被允许拍摄赖跟绿委的合影，之后被要求离场。以立委学长身份回娘家。据了解，赖呼吁新科立委多读书，让自己有更多专业力量，多看资料文献，倾听民意。还分享说会有很多人要请吃饭和帮忙，那会花很多时间。自己以前在立法院12年没有在应酬，会议开完后就回宿舍，6日回选区服务，连唱卡拉 OK 都没去。赖副怎么争取立院龙头呢？完全不回应敏感问题。民进党也发新闻稿指出，赖清德不会亲自下指导棋或操盘，呼吁未来520即将就任总统，与国会保持中立态度。如果尤昌沛要上，势必要寻求第三方的支持。您认为是有可能性的吗？还是您觉得他是互选，然后必须要完成党团推荐的程序。这个毋庸置疑，这还要这个很清楚啊，当然是尤昌沛啊。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好不好？好，那今天大概这个题目不会再讨论了，好不好？好，那子弹挥一挥再讲。目前看来，这子弹最多还要飞8天。来，曾亮生怎么看民进党的这个党改造？没有啦，哪有改造？只有人事任命而已啊，这个没有改造啦。不，你看他那个样子，他怎么可能处理台独党纲？如果要处理台独党纲，那现在开始做一点酝酿吧，完全看不出来啊。王义川就是个独派啊，你叫他当政策会执行长，对不对？那文宣部那2个发言人，你说吴峥啊，那个戴伟山啊，2个也都是独派啊。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处理啦。他现在可能在想，他现在比较低调，因为在那个诺鲁断交之后，他大概知道美国跟中国都在看他，所以他可能，我觉得他一定有跟一些人在讨论啊，
只是他不便讲啊。不过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一波一波要来了啊，那他是一定要见的，那到时候一定又会讲一些话，而且美国的国会议员也会讲一些话，因为他们在选举，他们会讲的反中调子会拉得蛮高的啊，那就看赖清德怎么去回应这样。我觉得赖清德回到立法院啊，这个是有加分的。他就是说，虽然低调，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啊，是当然有得意之色。行路自然有风的了，对吧？哦，那他讲这些新科学3点哈，那个是稀松平常。但是我倒是要建议啊，民进党团啊，你就不妨听主席兼总统总统兼主席的话，你就1个月试办1个月，不要应酬，不去卡拉 OK， 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而且这些委员不见得做得来的。但是说不定因为这个样子，民进党一飞冲天，变成说哇，这个是我们的模范，说不定哦。你不妨试试看，你不要帮他当耳边风。我要附带讲一句，就是说从开票到今天啊，1个多礼拜，对不对？那你想，因为经过这个选院长、副院长的这个小风波了，我本来就讲说这个没有什么政局稳定，这个政海不兴，没有政潮，但是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礼拜3党的表现，我觉得戴立安一定会在做3党这一段期间内，他的声量、他的民众的肯定跟否定度的变化，我觉得民进党没有什么好表现，但是其他2个党都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所以民进党相对是加分的。这厉害在这里啊！你当了总统，钦差的人的娱乐了，对不 ？OK。这个你讲钦差的娱乐啊，钦差的娱乐，他如果当选了，我们也不一样，我们也是刮目相看的。他当然不一样了哈。这来看来讲的话，他今天讲这个话，讲他干事长多认真多认真，干事长就类似我们的小党鞭嘛，书记长一样的意思啊。基本上做书记长做总统就不赢了啦，不赢个屁啊！他讲这个，老实讲就是一个常识了，大家都了解，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些，除非你不想认真在那里表现。只要你认真在立法院表现，他讲的这些事，他是必要的，就是这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我倒是要提醒哦，你可以看到哦，他对于整个立法院的人事，未来的院长、副院长的人选如何来讲的话，他都不处理，他交给谁处理？不是尤熙坤了，柯建铭，就是柯建铭了。别忘了这个万年总召来讲的话，整个你巧，无力巧嘛，当然无力巧啊。所以最近这1-2天跑出一个声音呢，说他们早上投院长，就是2月1号早上投院长，2月1号的下午投副院长，他们院长要投尤熙坤，副院长要投江启臣，就民众党的8票了哦。假如这个是真的。有人在说了，不是民众党说的啦，有3个人说了。对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来讲的话，院长才是重要嘛，是院长不克主持才交给副院长，所以副院长是备胎。那民众党就加入执政联盟，就是执政联盟了嘛。那唯一的监督力量，那就是国民党，很清楚的。我觉得民众党票怎么投，我们尊重。对不对？他要想清楚，他今天是要加入执政联盟，还是要加入监督联盟？就一起来监督这个政府。他要想清楚，他要想2028他要不要选？不是，如果说本来下一节要讨论这个哈，我们下一节来讨论好了哈。来，那个我看，其实赖清德现在除了是总统当选人，是副总统之外，他还是民进党党主席啊，对，所以民进党的党主席关心一个新的国会即将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他们连续2次8年的立法院长和副院长，这很正常，不是讲的说好像一副对不对？那记者问说，有没有什么策略？他是党主席，你看以前党主席是会这个给立法，他只是不是地点不在立法院，他会有一个这个行政立法的那个以前在智库地下室嘛，国民党执政时期，党主席会跟这个党的立委见面啊，但问题是今天看到民进党有特别在对于这个话题有回避，就怎么样能够让尤熙坤选上来，怎么样要选，他没有回答。那他当副总统或总统当选，他可以不用回答，可他是党主席，他应该回答。这个就是对不对？立委的新生训练营是啊，所以党主席本来就会去。对啊，我亮哥的突破广场啊，我觉得他不应该。不是，现在是他，所以显然你看刚刚记者在问的过程当中，就是由
这个尤其坤讲说，我还没有被提名，不一定是我，当然就是他嘛。那柯建铭讲说啊，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都是柯建铭在讲。最近柯建铭上了很多访问，在讲要怎么运筹帷幄啊，然后去 diss 一下那个民众党的八席，他们没有用。其实我觉得柯建铭他才想要民众党八席，而且我都想民众党八席最后会有多少席真的投给游锡堃，游锡堃就上了。不要以为国民党52+254就稳赢，其实54都投啦。万一有人投错呢？万一有人盖在中线呢？万一有人肚子痛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因为要亮票了，把票投给游锡堃，我觉得不至于。但是那个票数变得无效票，而让韩国瑜的54变53或52，这个要注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众党只要2-3票投到游锡堃那边去，甚至是第一轮没有投，第二轮才投，都来讲说第一轮啊，就说院长投游锡堃，副院长投江启臣。OK， 先不管这个，光是第一轮没有过以后，民众党8席，假设都投黄国昌。那第二次投票的时候，他不一定这样投啦，他可能就开放啦。我们要求我们党的8个人都要投黄国昌。可是第二轮呢？你随便一算，其实早上柯志恩上我的广播，他就讲了，他认为黄国昌、陈昭之跟黄珊这3个是国民党拉不到的票，反之，他希望林国成或者是这个吴春成跟这个张启凯是不是可以国民党能拉到？如果民众党一开放以后，状况不一样了。简单讲了哈，其实赖清德他今天去了立法院不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要让2月1号的胜败与他无关。但怎么能与他无关？他是党主席，如果有机会赢而没有赢的话，当然党主席也会连带啊，怎么可能跟他无关？好不好？这个立法院长国民党当然已经推出这个韩江配那傅昆萁他后来也就让了兄弟，永远的兄弟但是国民党提出韩江配就会当选吗？这变数还很大很大那到底有哪些变数？休息一下再回来。韩江配。